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Eric， 就是这回我又来到了咱们这个广州的天路湖公园啊，然后门票是单人15，两个人是20。就说这回呢就来到这边呢，也是第2次过来了。第1次不是因为大疆不是拍好了素材，素材特别好，然后被摔坏了嘛，太离谱了。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我要重新再录一遍。你好啊。然后呢，今天我就跟大家再聊一聊道奇挑战者这款车，也是非常多人关注的啊。就是说这款车怎么去选购啊？如果我们要买这款车的话，这样子，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聊一下，道奇挑战者呢这款车怎么去选购啊？从几个方面来聊。第一呢，我要跟大家聊一下这台道奇挑战者它总共有多少个车型。它其实呢大致上可以分为2大车型，一个普通车型。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个性能车型。那这2个车型呢，又有不同的车型分类。普通车型呢，其实它就分为 SXT 啊，就是一个普通版本。它主要的区别呢，打篮球啊？打不打？打，然后一起吃晚饭。几点啊？你拍视频我们就去打，这么好的天气。跟谁打？然后 SXT 呢这款车型呢，它搭载了一台3.6升的 V6 引擎，它最大的这个功率呢，马力呢是290马力，最大的扭矩为352牛米，它还配备了一个8AT 的一个自动变速箱。然后呢，它的标配呢是18寸这个铝合金轮毂，然后再加一个7寸的触摸屏。7寸触摸屏是个小触摸屏啊，它是很丑的，我不建议选。然后再加一个普通的6扬声器系统。然后呢，第2个版本呢是 SXT Plus 版本呢，它基本上所有的车型都已经，它所有的这个内容都升级到了最高配。你比如说，它同样搭载了一台3.6升的 V6 发动机的同时呢，它还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20寸的轮毂，然后呢，一个大的一个触摸屏，然后再加一个，它还加了这个前排的这个加热座椅、真皮座椅，然后智能卡。无钥匙启动系统等等的，这也是2020年以后最高配才有的，之前没有这些系统啊。那么在我看来 ，SXT Plus 版本它最大的不同呢，是在于这个轮毂，20寸的轮毂它会变得非常好看，然后再加上这个大的这个中控屏幕，这个非常重要，显得车更加大气。然后再加上那个天窗，它有一个天窗，这是一个 SXT Plus 版跟这个普通版的一个最大的区别。然后这台车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选配的。你除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可以选配什么各种音箱系统啊，然后它的这个加热系统啊，方向盘加热那些东西的，很多东西都可以选配的啊。然后普通车型呢，最高配的它是有一个 SXT GT Plus， 其实它就是在 Plus 的版本上面加了一个，它就是一个4驱系统。这台它本来是一个大马力后驱嘛，然后它加了一个4驱系统，让这个车更加的稳定啊。这个就是我目前想说的这个车的普通款的3个车型，也就是在大众玩家里面可以很轻松的购买到的一款车型啊，也是2手车里面最畅销一款车型。然后我再大概讲一下它这一个性能版的高配版的一个车型。它这个性能车型呢，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发动机，从3.6升发动机全部都配成了一个5升以上的，它有5.6升、6.2升、6.4升各种各样排量的一个Hemi 引擎。Hemi 引擎大家知道是全世界最牛逼的 V8 引擎之一。黑米作为肌肉车圈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动机之一，不仅成就了道奇，还向万瓦充电器推向了世界。有人说它是地表最强 V8 之一，也有人说它不如 LS。什么1000匹、2000匹，在它面前通通上不了台面。黑米发动机以前它的这个引擎呢，是研发在美国的战斗机上面使用的，后来呢把它缩小低配成了这种 Hemi 的这种引擎。它这款 Hemi 引擎呢，它是一个一个中型大小的引擎，或者说是 small 版的小型引擎。大引擎它会用在这个Ram 那种皮卡上面。道奇公羊皮卡之类的，还有 Ram 那种皮卡上面，这是最大的不同。那么，我们详细讲一下，它这个车呢，这个
个性能车版呢，它是分为一个 RT 的一个版本 ，RT 又分为很多版本。道奇挑战者的 RT 版本呢，它就是用的这个 Hemi 的392的 V8发动机，它可以选择六速的手动变速，也可以选择8AT 的一个自动变速。有趣的是呢，选了6速变速箱的这个道奇 RT 车型呢，它要交一个$1000的油耗税，在美国。然后下一个车型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道奇地狱猫。地狱猫呢，它主要分为这个2款车型，一个就是普通的地狱猫，普通的地狱猫呢，它就是6.2升 V8增压 SO Hemi 发动机，它这个发动机的油耗税要达到1200，要交2100刀，很离谱，很贵啊。然后呢，它普通地狱猫里面呢，它还有一个红眼地狱猫。红眼地狱猫的话，相当于就是刷了街数的地狱猫，700多匹，可以达到700匹以上。那么说完地狱猫以后呢，它还有一个顶级的车型，叫做道奇挑战者恶魔。恶魔这个车型呢，它经过极限改装以后，可以达到1000匹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动力，你知道吗？就是别人不说啊，就700匹，你在这个车上插一个翅膀，你就可以直接起飞了。当你的公里数达到300以上以后，如果你买一台道奇的恶魔，你再插上翅膀，它达到好像是10秒钟达到300公里，然后直接插上翅膀起飞，太可怕了，性能野兽。然后呢，我就想再来讲讲，就是说买这台道奇挑战者的话，应该在网上怎么选购？现在目前来说呢，在网上买道奇挑战者，它有3个途径。我建议呢，就是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新车嘛。新车的话，你要去这个在网上搜这个天津港，叫什么天津平行进口车交易市场，在里面它有很多的车，道奇挑战者可以选取。那么它价格肯定是贵的嘛，因为它相当于是天津那边外贸公司，然后自己交了钱，然后从那边进口过来的，交完税啊那些乱七八糟以后，然后再去售卖的，它会交一些税啊。然后税呢，因为平行进口它不是特别贵，具体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大家可以咨询一下，网上有很多资料。那么，然后第二个这个可以入手的渠道呢，就是比较稳一点的啊，人家验过车的那种，就是那个像这种汽车之家这种瓜子二手车这种平台去买的二手车，这种二手车它是比较有保障的，因为它走平台嘛，对不对？车友以后有问题也可以找平台去嘛。然后第3种呢就是闲鱼了，闲鱼的话适合专业的买手，就是你要研究这个车很长时间，你要懂它、了解它，看清楚以后再去跟这个，因为是最好是你在闲鱼买的话，不要找闲鱼商家了，你就直接找这个个人的自己的二手车。然后呢，因为你找商家的话，他收来的二手车，他不知道前面的那些车主啊对这个车造成了哪些问题，他不知道，所以如果你车遇到问题了，你没办法修，你知道吧？你都不知道这个车动过哪里，那你怎么知道从哪里开始检查呢？会耗费你非常多的时间、物力、精力还有财力。所以说我建议你从这个玩家手里面，就车主自己手里面去收，车主告诉你真实的车况以后，然后你再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大大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沟通。然后呢，你买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买车就是专业的这种专门验车的人来帮你验车，因为网上平台你搜一下验车宝之类的，它有很多人。我上次我买车的时候，你就可以交个，就是你可以交800块钱，然后他帮你全部底盘升起来，全部验好。如果说你们签合同了嘛，如果说这个车验完以后这里没毛病，结果这里出毛病了，那你马上可以找这个验车商去给你进行赔付的，这个都是有合同有根据的啊，都没有问题。这是买这台车的3个渠道。我建议大家最好是，反正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和需求来选择如何买这台道奇挑战者。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说说我购买这台车的一个心得和一些买车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买一台道奇挑战者的话，我建议是普通版就可以了。普通版呢，它的价格实惠，然后油耗也没有那么高。它的外观和内饰跟这个性能版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价格也非常实惠。那么据我了解，现在的车现在的道奇挑战者普通款呢，3个版本都是在50万到60万之间啊，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那么如果说要选择它的版本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最好的话是道奇 Plus 版，因为这台车它最大的，在我看来啊，最大的3个特点就是它的就整个车的一个车况的造型，无论哪个版本都是一样的，对吧？然后你要买一个20寸轮毂，因为这台车你要配20寸轮毂以上，它才能体现它的这种old school 的这种范儿，你知道吗？或者说美国西海岸这种West Coast 的这种hip hop 风格，或者说一些狂野的粗犷风格这种感觉，搭配出来的轮毂会更好看。然后第3个呢，就是它的车中控屏。如果你在网上搜一下道奇普通版的那种小中控屏，看起来的话会非常的猥琐，就是它大框明明大框做好了，它还套一个小的中控屏，就显得非常的小气，不如就不要这台车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Plus 啊 ，Plus 版本最重要的选项。那 Plus 版本还有一个好呢，就是它该配的都有了，不该配的也就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买了这台车，你就完全放宽心，就是所有东西都配满了，除非你要加一些附加的东西。在中国这边买车不会，基本上没有选配，都是天津进口车商配好了放在那里的车，现车，所以你要自己去找，然后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千万不要那么着急的马上去在网上找，然后马上下单，马上那个什么，你要去慢慢去了解，要清楚车况整个情况，再去购买。那么这台车呢，我建议是买3万公里以内的，因为它这个车呢是从3万公里开始保养，3万公里小保养，6万公里大保养，再加3万再小保养，再加3万再大保养，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可以把这个说明书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3万公里的话，直接就做一个小保养就可以上路了，你明白了吧？然后呢，尽量买这种车呢，还是买素车，不要买改装车，因为车主改完以后，你不知道他改了哪些情况。然后呢，车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之前的车主是不会管你的，不会理你的，你知道吧？只要你交了钱，合同一签，你之后车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基本上车主是不会管你的。就是你买2手车的话，然后因为这个车在中国也没有这个 4S 店，然后也没有质保嘛，所以说你没有人去给你做售后，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剩下就不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点。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再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要买 Plus 版，然后第2个呢就是说买3万公里以内的，第三个呢就是尽量买素车啊，不要有那么多改装。这是买这台车我觉得最需要知道的3个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是我第一次说，就是有一个这个想买这台车的同学呢，他在抖音后台找到我，跟我说他买了一台车是14年的一个版本。但是呢，我说14年版本，我觉得我不建议购买，因为14年版本的话，它是一个6速的一个变速箱。如果你买6速的变速箱的话，它会非常耗油，因为也是非常落后的技术嘛。然后结果这小伙子说他14款的车，它是8离合变速箱，8AT 变速箱。我说这就奇怪了，因为这台车它是从17年，在我网上搜到的资料，它是17年以后它才出的这个8AT 的变速箱，所以你14款怎么会有8AT 的变速箱呢？我就觉得很奇怪。还有一个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是大家也要注意的，就这款车，它是挑战者，它几乎所有的配件都可以在闲鱼买到，它有很多配件流入国内，所以说呢，它维修的成本低的同时呢，就说完全是可以买一个普通的 SXT 版的一款车，然后把它改成一个道奇地狱猫的一个外形，连内饰都能改成道奇地狱猫的内饰。所以说大家要仔细甄别一下，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些车商拿这个14款的一个车型，然后改成18款、19款的一个车型，然后卖给你，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一点呢，同时也说明就是你要注意这个问题的同时呢，注意别人老改新的一个问题呢，同时你也可以买一款就是最便宜的车型，然后自己去改，包括它的中控屏你也可以改。但是改完以后，它可能会有一些系统上兼容的一些麻烦，因为它解码嘛，它会有一些麻烦，会有一些死机顿挫这些的，这个东西你也要去了解，明白吧？所以说总体来说应该差不多这么多，你想想。然后道奇挑战者整个我说了这个车的一个车型的介绍，然后又讲了一下这个车的这个买新车和2手车的一个我的想法。那么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买道奇挑战者这款车呢，
一个终极的忠告吧，就是说这个车它肯定是不适合所有人的。如果你喜欢它，想要买它的话，你必须要了解清楚自身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比如说你需不需要照顾家庭，要接小孩接父母，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户外，然后喜欢钓鱼的，那你更不能买这台车了，因为这台车它的这个本身的底盘低的情况下，它的发动机啊更加的低，它的下面那个油底壳，机油油底壳非常低，我就经常刮到啊。昨天我去一个非常高档的这个猎德那边的一个写字楼，5星级写字楼，我上来我居然还刮到了我的油底壳，所以说这个车它的就是说你跑那种越野地形是非常不适合的，你一定要慎重考虑。那么目前为止呢，因为看到我的视频，所购买这台车的人网友呢已经有4个了啊，然后他们买了车以后呢，都跟我说了，非常开心啊，就是说又多了4个车友。那么希望道奇挑战者呢，在国内呢，大家都不要购买它，然后越来越稀有，这样的话我的车也会越来越保值，越来越稀有。感谢大家。如果说大家再有什么疑问呢，可以后台私信给我，我会一一解答的，谢谢。对了，顺便说一下，我是一个 vlog 博主啊，这个车呢只是我的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大家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交个朋友，谢谢。